写肖战的文章有很多，我觉得这个人的文采是最好的。上一篇也是这个人写的，文采真的很好，不是辞藻堆砌、装腔作势。但是这个人不是小飞侠，只有几篇肖战的文章，文采很好，有些观点我并不认同，防止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所以我没有把这个人分享给大家。他的观点里我不认同的内容，觉得描述不准确的地方，我都改动了。我希望最终把好的内容、正确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肖战由小透明成了小演员，小鲜肉成了唐僧肉，流量明星成了正能量偶像，不破不立，大破大立。肖战的因祸得福，说的平时点叫不涨行情，说的玄乎点叫舆情肠胃效应。可是套《甄嬛传》里拽飞的词儿，这福气给你，要不要？当下是一个媒体、用户、品牌关系重构的时代，网民可谓是生活在混沌场域的时代，在动态交叠的场景中形成独特的触媒及消费特征。粉丝和极客都是最早开始使用并适应新媒体的人，也是最早实验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和移动技术的人。娱乐情绪事件的文化背景离不开神丑的媒体与公知。严以名贵，名望之下，某编剧之流大行其道，借批判的由头，以魏道夫、敲钟人之名，舆论作秀捞资本。若批评无意义，则赞美无价值，理是这么个理，但一切不以善意出发的批评都是耍流氓。以公知自居，却以市侩姿态贻笑大方，说增物流量，却靠蹭流量博取关注。恶意针对肖战，其嘴脸岂止同行相轻妒贤嫉能，更暴露出刻意打压的痕迹。对内心洪荒之力而又软糯未定型的少年，偶像既是成长榜样，也是自我的代言。肖战粉丝结构则反映了饭圈新势力，那就是中年追星的女性群体。追星固然早已不再是年少专利，但终究是从肖战现象起，中年追星才正式走进社会学视野。青少年追星的危害老生常谈，但少有人谈论中年人追星心理。少年追星容易偏执而心理退行，对偶像就像婴儿依恋母亲。所谓塌房，大概就是偏执粉丝被现实戳破和偶像二元共生的美梦，感受到被母亲抛弃般的绝望，仿佛世界都崩塌了。那么中年人追星又有什么不同？是什么样的心理让一个娱乐圈明星能收割70后、80后成熟理性的职场精英，或有钱有闲的富贵师奶，甚至令世界虎躯一震的60后、50后中国大妈的春心？这样一个现实生活中堪称营销最难搞掂的群体。奇葩说有期辩题是妈妈疯狂应援男明星，完全不着家，我该不该阻拦他？年轻人喜欢说再不疯狂就老了，而老了的妈妈就不能疯狂了吗？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里有一句台词，首先妈妈是她自己，其次才是妈妈。电影《廊桥遗梦》里也有说，女人决定结婚生子时，她的生命一方面开始了，另一方面却结束了。生活开始充斥琐碎的事，你停下脚步，待在原地，好让你的孩子能够任意来去。他们离开后，你的生活就空了。你应该再度向前，但你已忘了如何迈步，因为长久以来都没有人叫你动，你自己也忘了要动。鲁迅说，女人天性中有母性，有女儿性，无妻性。妻性是逼成的，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。男权社会，女人没有自我，婚前是某人的女儿，婚后是某人的妻子，某人的母亲。即使当代大多数女性的自我，也往往被阉割在岁月静好的烟火日常里。职业倦怠加感情窘境加中年危机，长大看上去真是令人扫兴啊！梦想不断幻灭，到头来只剩不够美丽也不够热乎的现实。但好在清醒也是种幸运，越是成熟越不容易迷信谁。喜欢归喜欢，欣赏归欣赏，不再像年少时动辄在心里造神，且怀着低到尘埃里的自轻自贱。走过更多的路，看过更多的云，就越明白大家都是肉体凡胎，没有谁比谁高贵。于是能更坦然面对他人的优秀。孤勇者能成为儿歌，妈妈当然也能大方追星。不止妈妈们被看到，是整个中老年都在慢慢被世界看见。刘畊宏女孩，王心凌男孩，
周杰伦粉丝、刘德华粉丝越来越多，银发族成为网生代。大佬们不是翻红，是老粉丝开始上网了。舆情破圈效应下，纯路人被肖战圈粉，饭圈由此有了三观粉概念，即当初只是路人，把肖战当作表达三观的载体而已。当然，颜粉能始于颜值，忠于人品；三观粉亦能始于三观，忠于艺能。否则何以只打算短暂爱一下，后来竟成了死忠？人品入坑，艺能锁定，反而回归偶像崇拜本质。站队之初也许并不来电，然低期待却偏偏撞上高回报。伤痛不是勋章，却如树木影流，镌刻着抗争的姿态与不跪的模样。何况有趣的灵魂竟还有女娲炫技之作的皮囊，有体验派演员的素养，共患难的粉丝原本忠诚，相处下来更是层层间隙。话剧《如梦之梦》2021年因一票难求而出圈，长达8小时的重量级话剧剧作，对演员、观众和舞台要求堪称是真敬，自诞生以来就受追捧。但开票即售罄的盛况，离不开肖战加盟的诱因。相对平均票价几十至百元区间的话剧来说，莲花池1880元的单本票价不菲。然而，抢不到的莲花池本身也成了梦，是肖战与粉丝双向奔赴之梦。在肖战粉丝心中，忘不了至暗时刻，光点孵化光护；忘不了南京星光大赏8秒燃亮红海；忘不了武汉如梦之梦玫瑰染红广场；忘不了是因为你我的悲欢曾在那些时刻相通过，也不必刻意记得，因为在难过的关终究已过了。世界变了，肖战往前走了，粉丝的格局也该打开了，网络更清朗了。舆情展示了文化撕裂，蝴蝶效应将一场资本内讧变成跨娱乐场域的价值观碰撞，其间少不了网络灰黑产业链推波助澜，而清朗行动出击，行业整顿力度效度空前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整改与 IP 属地公开，也算是拱一组。粉丝更理性了，人不会永远被蒙蔽，何况因三观而聚者自有鉴别力。舆情看似局中局，谍中谍，但手段并不高明，无非批评、埋线、混淆视听。若网络戾气集中爆发时，现身群体极化效应难以独善其身，而今必然也能看透漏洞百出的谎言，流量更靠谱了。花路历劫记也是职场升职记，这2年是肖战演技大考关键期。古装大户在余生请多指教，王牌部队、梦中那片海后终于有了年代剧作品。正剧质感是演技增益 buff， 实力加努力令他成为跨界融合的文化利器，未来更可期了。肖战自我规划得当，从不轻易消费自己，且据悉其经纪约2026年到期，2023年开始收入或能对半分账。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金钱的价值在于提升生活品质，同时也是抵御风险的保障，这是肖战追梦路上的一重要爱。前段时间因某明星事件，娱圈又被置于风口浪尖。当时那个节点上，语境中媒体释放科学家与明星同等重要论点，究竟是一次狂妄的公器私用，还是一场糟糕的危机公关，谁知道呢？但事实却是，娱乐圈业态与明星话题再次以负能量方式出圈。科学家与明星同等重要论点本身有错吗？当然不，我们从不质疑科学与文化同等重要。人们对娱乐话题喜闻乐见，明星比科学家更容易破圈，我们可以将这现象看成是一种公共表达，就像肖战事件中三观粉的存在，本质是一种公共表达。流行文化自带公共属性，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社会途径。资本驱动下，好奇、窥私和感官刺激超越阶层、地域、学历等社会属性的普世趣味，将受众最大化。从娱乐至死到娱乐致死，再到娱乐致死，社会承受着价值观冲击，也必然触底反弹。90年前，胡适先生在不健全的中国如何不堕落的演讲中总结出3种防身药方。时至今日，这方子若对标到娱乐圈，似乎也能指导逐梦与追星。第一个方子，总得时时寻一2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演戏有演的门道，看戏有看的规矩。
肖战和粉丝既然双向奔赴，那么不如在这奔赴中形成合力。他踏踏实实做演员，粉丝就踏踏实实做观众，做学习型观众，做娱乐圈首屈一指的专业观众。第二个方子，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，饭圈不能圈一切。肖战自然知道如何做偶像，懂得流量赋能正能量，粉丝要跟上他的节奏。既然喜欢他是因为三观合，所以肖战是谁，归根结底取决于你是谁。请保持平视，理性欣赏。第三个方法，你得有一点信心。疫情大浪淘沙，史上最残酷的经济寒冬已到来，但口红经济下数字娱乐大行其道，观众需要好内容，也愿为之买单。行业减量增质，通过洗牌进入高质发展。而肖战历劫重生，同样在积蓄量变到质变的势能。你若问这世界会好吗？当然，毕竟吾等小镇做题家，即便不免内忧于卷外窘于贫，仍愿待世界深情如许。成功不必在我，而功利必不唐捐。